人生十大问，庙会童女十问佛的故事。作为世间人，人人都希望相貌圆满、聪明智慧、财富具足、家庭和睦，所言所行皆令人尊敬。如何才能获得这些？佛陀时代有个8岁的庙会童女，把我们人人想问的问题都替我们问了佛陀，而且震惊四座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宝积经中的一段经文，是叙述8岁庙会童女十问佛的故事。庙会童女家住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中，父亲是有名的长者，年龄才8岁的时候，佛陀的讲经法会他就常常在做。年轻的小姑娘面貌生得秀丽无比，行动举止也端庄温和。佛陀座下的弟子，无论是圣德的长老或是年轻的比丘，没有一个不喜欢他。虽然他年幼聪明，但想不到在一次佛陀说法的法会中，他竟然以菩萨的心境和口吻向佛陀问长道短，使在会的大众个个都惊奇不止。有一次，当佛陀升座说法时，他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地先走到佛前，顶礼3拜，又绕3匝，然后就长跪合掌，对佛陀说道：伟大无比的佛陀，您是世间上的明灯，可以照开众生心地的黑暗。弟子对于菩萨所作所行，现在尚未能完全了解，想恳求佛陀给我请问，为我解答。佛陀一看，原来是庙会童女。佛陀知道她的来历，想到今天菩萨们和罗汉们有妙法可听了，因此就很欢喜地告诉庙会童女道：你太好了，今天发大愿心来向我问话，现在你就随意地问吧。庙会童女听了佛陀允许随她发问，心中的欢喜感激，自不用说，她就一口气提出10个大问题来向佛陀请求解释道：佛陀，我有10个问题，尽恳解答。1. 请问佛陀，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端正的身体？2. 请问佛陀，如何获得大富的尊贵之身？3. 请问佛陀，怎样才能使眷属免除不和以及多病死亡呢？4. 请问佛陀，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受父母所生的这无常不净的血肉之身，而能够在佛前化身，和您一样坐在大宝莲华之上呢？5. 请问佛陀，怎样才能证得自在神通，可以随意游行无量国土，礼敬诸佛？6. 请问佛陀，如何才能没有冤家对头？7. 请问佛陀，我们说的话如何才能叫人家一听就能生信呢？8. 请问佛陀，我们宣扬佛法，照佛法修持，怎样才能消除障碍？9. 请问佛陀，心里的烦恼魔障如何降服呢？10. 请问佛陀，当我们一期生命终了，怎样才能得见诸佛，听闻清净之法，不受一切苦恼？佛陀听后很嘉许庙会童女的问题。佛陀对庙会童女的每一个问题都提示了4个方法。第一，得到端正的身体，要做到： 1. 对恶友不起嗔心； 2. 安住于大慈悲心之上； 3. 欢喜修学正法； 4. 造佛形象。第二，如何得到富贵？要做到： 1. 应时布施，今世的富贵是布施而来； 2. 对他人不起轻慢的心； 3. 带着欢喜的心情布施； 4. 布施的当下没有求果报之心。第三，眷属怎样免除不和及多病死亡？1. 不说搬弄是非离间的语言； 2. 度化邪见的众人于正性； 3. 勇于护持正法； 4. 教诸有情众生成佛菩提。第四，如何不受父母肉身而得佛化身？1. 在如来塔庙供奉华果； 2. 不妄自损害他人； 3. 尽力铸造佛像； 4. 对佛菩萨深生清净的信心。第五，怎样有神通？1. 见他修善不去障碍恼害； 2. 他说法时不曾障碍； 3. 多燃灯供养诸佛； 4. 于诸禅定常勤修习。第六，
如何没有怨家仇敌？一、以无谄害心，亲近善友。二、于他人优点没有嫉妒之心。三、对他人获得名誉，心常欢喜。四、对他人知菩萨行，无轻悔心。第七，说话如何令人起信？一、言行一致。二、于善友处不复藏自己的过恶。三、常听闻正法，对讲法人不挑剔评说。四、对于说法者不生恶性，起恭敬赞叹心。第八，宣扬佛法如何离诸障碍？一、持三律一戒，是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。二、听闻甚深经典要不生毁谤。三、见出发心者生一切智心。四、对诸有情生大慈平等心。第九，如何降伏烦恼魔障？一、了知法性平等。二、常精进修学。三、常勤念佛，不仅口念，还要心念意念佛之功德。四、所修一切善根皆悉回向。第十，临命终时诸佛现前。一、常常满足他人所求。二、于诸善法深生信解。三、于诸菩萨不施庄严用具。四、于三宝所勤修供养。佛陀对庙会童女的10大问题提出了40种修行的方法以后，庙会童女欢喜踊跃，发愿奉行，并且说：40行中若有一行不修，则为佛教，那就是欺诳如来了。文殊菩萨见庙会童女发如此深重大愿，也感觉难以思议。他对庙会童女问了很多法性的问题，庙会童女都一一回答。佛陀在他们停止问答的时候，就说道：文殊菩萨，庙会童女已于过去发菩提心，经过30劫后，我才发无上菩提心。文殊菩萨，难道你记不起了吗？他曾做过你的老师，令你住于无生法忍。文殊菩萨经佛陀这么一说，恍然大悟，即刻很欢喜地从座位上起来，对庙会童女顶礼说道：大德，我于往昔无量劫前已曾供养，想不到今日仍然清净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